哎呀，这最近随着政策的放开，孩子们的奶奶温迪准备来中国，我不知道这事变没变啊，但前几天还是说旅游签证暂时不能办，你要来得是工作签，就是得有公司单位给你发 offer。温迪说，那我能干的活也不多，我比较适合在哪个社区调解一下咱口吵架呀。小达说哪呀？那个叫社区单位。大胖姐说，妈呀，原先考编，一个老外还想进体制内呢，体制内呢。来中国的签证还没整明白呢，他已经有了他落地以后的焦虑了。最害怕的事儿是搓澡，他儿子跟他妈聊了一下这事儿的流程，冲、蒸、搓。我婆婆说，哎，那到最后搓的时候，我不就被别人看见了吗？大胖姐说，你看你那话说的，冲时候也是连排呀，连排呀。我婆婆说，Oh my gosh，那我要朝里冲呢？大胖姐说，朝里搓，你对面还一排呢，里外里都尴尬。你赶上人多的时候哈，你除你这个栏去挤一下洗头膏，回来身后还站一个，还站一个，你躲不过去，你心态要调整好。就你进澡堂的那一刻，隐私和尊严全白玩，你就是赤裸裸的大手牌。Who cares 你的娇羞和执拗？现在你就是女士编号316。大胖姐说，这就是东北的风土人情。我婆婆说，这听着像晚清10大酷刑。再说整这复杂干啥？我也不脏啊。大胖姐说，你脏不脏？你从搓澡台下来的时候咱再看。什么事儿咱放在台面上说，放在台面上说。这还没完事儿呢。彩玲的妈妈肯定会给你买套票，搓完还上楼，在你身上点火，然后扣小罐烧你，棍走妖风通末梢，留下6个大紫包。哎妈，我一寻思都有意思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！还有一个他非常大的焦虑点，他要来呢，可能正好赶上过年前后，就听他儿子说，这时候大家都要走亲访友，得准备红包。我跟你说，我看着谁都给呀。大胖姐说，你反正看着孩子得给，虽然有个2岁小孩按辈儿你得管人叫老舅，但你也得给。我跟你说，那我也可以从加拿大偷俩孩子带去，用魔法对抗魔法。再说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我给什么钱呢？大胖姐说，这叫礼尚往来。你今年给人孩子包红包，明年再说拿铁过生日的时候，人家包一个又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当我傻呀？礼尚往来，我光有来，等网的时候我都回去了。再说你给他，他给你，最后回来了，转这一圈干啥呀？我大老远拿着外汇来洗钱来了，洗钱来了。我妈说，不用跟他纠结，我这个人哈，别的不说，我就是要强。他来了，我给他包个红包，我看他那脸往哪放。我就跟大胖姐说，我说，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妈呢就是好面儿，她非得给你妈包红包呢，就想损她一下，属于刺激性消费。大胖姐说，我觉得这个更应该定性为报复性消费。然后大胖姐就给他妈打电话，妈呀，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别那么直白，不好听。你这种情商在东北容易挨打。我婆婆说，你也没比我好哪去啊，你不过挺好吗？大胖姐说，那话让你唠的，我比你嫁的好啊，比你嫁的好啊。然后我妈就贼拉不得意，她那劲儿就说，你说这个奶奶怎么这么没正形呢？这奶，你说她要来，说今儿要吃这个，明儿要玩那个，也不说给你俩说塞点钱，也不说帮你带带孩子。我说不是妈，她敢带，你敢给吗？大胖媳妇最近经常拿塑料袋转孩子玩，我婆婆看了之后非常愤怒，说你那个玩法不对，你应该往高抡，你现在只是让他迷糊，你得让他有那种要出溜出来那种感觉，不够燃。拿铁刚被他爸接过，体力上咱说虽然有所长进，但是他奶一来呢又是一道坎儿啊。不过我家拿铁最近都在喝诺能运会奶粉，有了它，Wendy 这些都不是事儿。这奶粉有天然 OPO， 可好吸收了。拿铁，你这个身体底子，你妈可是帮你打扎实了，剩下就靠你自己了啊！要点香，拿铁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，这加拿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？今天给你们讲讲吧。顺便说一句，爸呀，当初难为你了，谢谢你的体谅啊。父亲节快到了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那时候哈，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，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，话也没直接说呢。然后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，第二天就到。我说行，我去机场接你去。然后第二天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，我就说的那行了，我走了啊，我去机场接我爸去。完他说的啊，你爸来了，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。我说不用，你也挺忙的，你这个休息休息吧。他说我不忙，我老闲了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。我当时寻思不行啊，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。完他就鸡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，最后整的我没招了。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。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，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，多浪费感情啊。完他没听明白，浪费谁感情？为啥浪费感情？我也不跟你爸处对象。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，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？完他说的，哎呀妈，那可见老了，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，有时候是女朋友，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。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？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，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人吃了就行。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，我妈让我管人要钱。我说那你咋办的？我带她私奔了。那个时候那年少懵懂的我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。之后数年被婆婆要钱的我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。完事我就听明白了，就是外国人呢，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，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。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，你爹妈都不一定问。但是我不行啊，我没处过对象，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，然后我就上车了，给他扔道边了。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，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，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。我当时瞅他那样，
我瞅他也挺可怜的，我心一软，我就上来吧。完他是乐颠的，像个大白耗似的就窜上来了。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，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，我就想告诉他，让他有点心理准备，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耗子。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，接不着啊。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，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，俺俩到时候人我爸已经着陆了，正往出走呢，就时间很紧张。我这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，应该说啥。完我老公这人呢，他虽然心眼不是很全，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，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？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，就跟他学呗，他说啥我说啥。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，然后我就迎上去了。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，你们也都见识了。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，听听彩铃东北人嘛，对不？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，我说到了爸。我爸也挺想我的，刚过来想要抱抱我，这时候旁边噌一下窜出一只大白耗子，也整一个到了吧，到了吧。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，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，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，他也不至于学。就我一到了吧，他还以为我叫名呢，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吧，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，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，给我爸吓一激灵。心寻就这年头，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？我爸就愣着了，给我整的我没招。我说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处了个对象，他叫啥啥啥。给我爸整的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，彻底蒙圈了。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，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，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，就赶紧帮拎，赶紧帮拎。我老公也没看明白。结果快上车的时候，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？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，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，你自己说呗。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，好上了，一点不配合，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？给我尬的呀！我说爸，你先上车吧。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，我就问他你咋的？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？结果人说的我看到老爸挺年轻的，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，我寻思人到老爸该不高兴了，人到老爸该不高兴了。今年的中秋节，他说他要承办，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，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。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，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，他还气够呛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？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把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。他就经常这样。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，他也不懂豆瓣，也不懂酱，就只能硬记，就豆瓣酱，豆瓣酱，豆瓣酱。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，到了华人超市，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？他说赵本山。老板说你要碟啊？他说我要罐啊。碟是什么意思呢？散装的。这次又是买月饼，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他自己打车去的。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，我说你到了商场啊，你就找稻香村。他说我懂，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，得说稻香村。我说就是稻香村。他说稻香村，稻香村，然后就去了。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。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，我要倒插门。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？我老公说我问你呢，哪里倒插门啊？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，我也没倒插门。而且小伙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行叫倒插门，那个叫赘婿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找着没啊？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。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，买的东西全是错的。我让他买月饼，他买了牛舌饼、老婆饼、油炸糕、枣花糕。这个是啥呢？开花馒头。我说买的挺好，别再买了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说那这个我不服，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、放螃蟹、放火腿、放冰激凌，啥贵放啥。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，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，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？月饼变了，月饼它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，就是烧钱呢，直接叫烧饼。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，迷失了自我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。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， 就是没有 moon。那我买这个老婆饼外父派有酥皮有派，就是没有外父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晚上很委屈，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。哎呀，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，今天还有个传统，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，但是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买，月饼都买错了，酒再买错，桂花酒，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，结过的太烧钱，烧饼加烧酒。